小伙拖着一道黑烟从天而降，不料一头砸在一块透明物体上，一阵晕眩过后，他发现身下居然是一块玻璃，而且上面没有一丝裂痕，甚至摸了摸身上也没有一处伤。突然玻璃下云雾散去，他发现竟然身处100米高空，而且透过玻璃看到一家人正围着昏迷在床的他嚎啕大哭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衣领里的玉佩发出悠悠绿光，一瞬间他穿过玻璃被吸进对方体内。一阵头痛过后，原主的记忆与之融合，他终于睁开了眼。孩子，你终于醒过来了，你身体哪里还不舒服吗？母亲刘月娥刚要去摸薛明的额头，薛明伸手一挡。妈，你别难过了，我是个大人了，以后这个家我来养，我要让你和弟弟妹妹过上好日子。一家人还没有反应过来，忽然院子里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：大玲子，俺刘大姐在家吗？大妹薛玲推开门，在呢，在屋里跟俺哥说话呢。妈，马二婶找你。母子俩走到门口，看见个中年妇女，她叫马二莲，是薛家的对门邻居。刘大姐，刚才我不在家，俺当家的不知道我明天去供销社买鸡蛋买盐，你看。刘月娥不禁尴尬，挤出一丝笑。对不住啊，马二姐，那个鸡蛋给俺孩子补身子了，过2天我还给你一个。不行啊，刘大姐，俺家就等着卖鸡蛋买盐呢。马二莲瞅了瞅病态十足的薛明，要不你给我钱吧，供销社收3分钱，你也给我3分钱，明天我去供销社买盐。刘月娥根本没钱，有些着急。我跟赵二哥说好的，大后天把鸡蛋还给你家，都是老邻居给我宽限2天吧，马二姐。那不行，俺家那位不知道家里没盐了，是他让我过来要鸡蛋的。刚才吃的那个鸡蛋是老妈去他家借的，他男人心好借出鸡蛋，他却不乐意，于是登门讨要。马二婶你别急，后天我就把鸡蛋给你家送过去，你看行不行？不行啊，大明，今时不同往日，你们要是没有分家，今天我就不跑这一趟。刘月娥急忙赔礼道歉说好话，2个懂事的妹妹也过来哀求马二莲。薛明皱着眉头从衣领里揪出一个玉佩，这个玉佩是我之前去山里割猪草时捡的，明天我去卖玉佩把鸡蛋还给你。院子里鸦雀无声，马二莲伸出脑袋去看玉佩。玉器是很值钱的宝贝，当初打倒孔祥申时，家里分了个玉扳指，卖了好几个大洋。哈哈，我就说大明有出息吧。不好意思哈，刘大姐，我家还有盐，能坚持3、2天，到时候你把鸡蛋给我就行，我先走了。刘月娥强颜欢笑送马二莲到他家大门口，回来看见孩子们叽叽哇哇的缠着大哥看玉佩，刘月娥赶紧走到薛明跟前，把你的玉佩藏好，鸡蛋的事不用你管，明天下工我去你外婆家借个鸡蛋还给马二莲。妈你放心吧，我不卖玉佩。说完从衣服揪出玉佩，赫然玉佩上出现了无数裂纹。薛明赶紧打开床头柜，把玉佩放进抽屉里。妈，咱家的红薯片还够吃几天？你别管了，你在家照顾好弟弟妹妹就是帮我的大忙，早点睡吧，睡一觉病就彻底好了。第2天一早吃完饭，薛明就准备往门外走。小玲你看好家，我出去转转。你去哪？咱妈不让你去树林，那片森林里有狼。放心吧，我不去森林，我就是出去随便转转。薛明出家门直奔赵村北边的森林，忽然哗啦啦一声响，一只野鸡从草丛里飞出。薛明走到野鸡飞走的地方，把鸡窝里的野鸡蛋全部收进兜里。他刚抬头就看到一头大灰狼在远处盯着他，几秒后灰狼突然向他冲来。尼玛，速度这么快！薛明想起穿越时遇到的那块透明玻璃，一动念马上进入空间，站在空间出口处开上帝视角盯着灰狼。灰狼卧在草丛里一直等着他出现。守株待兔是吧？欺人太甚！哎，这是不是杀害3娃子的那头狼？如果把他杀了，帮大队支书报了杀子之仇，不知会得到什么好处。薛明发现空间里还有一个池塘，池塘后还有一个矿山。他喝了几口池塘里的水后，体力瞬间恢复，来到空间出口监视。一人一狼互相监视1个多小时，最终灰狼走出可视区域外。薛明去矿山上挑了2个铁矿石才离开空间，一路观察灰狼离开的方向。薛明走出森林时终于松了一口气，把铁矿石扔空间，拿出2个野鸡蛋。薛明回到家就开始烧水，几个弟妹见状围在他跟前。哥，你哪里找的野鸡蛋？你进山了？山边捡的，放心吧。煮1个就行了，这个鸡蛋你去还给二雷叔。鸡蛋煮熟后，这时刘月娥拖着疲惫的身子回来。薛玲看见后拿着鸡蛋迎了上去。妈妈快吃鸡蛋，俺大哥找到野鸡蛋了。刘月娥看着鸡蛋一脸懵。妈，我在树林外边的野鸡窝里找到了11个鸡蛋，10个煮着吃，1个去还债。造孽啊，煮这么多干啥？煮1个尝尝鲜就行了。我的妈，吃进肚子里的东西才是自己的东西。这是你爸走后咱们家第1次吃鸡蛋。妈，我们都长大了，以后的日子你就等着享福吧。我先去给二雷叔送鸡蛋了。刘月娥笑笑没说话，看着薛明走出家门。还完鸡蛋后，薛明便回到自己房间休息。第2天一早，突然被马二莲的哭声吵醒。杀千刀的野狼把羊都霍霍了，让我怎么喝呀？他扛着大铁锤，循着脚印靠近洞口，收集起脚下一堆干柴，在洞口点燃，随着黑烟直往洞里窜。他高举铁锤对准黑黝黝的洞穴，然而干柴烧完了，里面仍没有一丝动静。他找了根木棍往洞里捅，发现这个洞只有1米长，然后试探着往里伸手，却摸到一个硬物。他拿出来一看，差点吓尿，竟然是一颗人类头骨。
忽然身后传来野兽踩在沙丘上的沙沙声，他立即闪身进入空间，打开上帝视角，只见一头大灰狼正在洞口寻找他的踪迹。他闪身显现在灰狼身后，然后握紧铁锤，用尽全力砸向狼腰。灰狼疼得用前腿刨地，嘴里发出了凄厉的哀嚎。他赶紧压住狼身，左胳膊紧紧地勒住他的喉咙。灰狼剧烈挣扎，想反嘴咬人。薛明使出吃奶的劲儿勒紧了他的脖子。你吃了三娃子，咬死赵二雷家的羊，跑到我家想害我的亲人，你必须死，死吧！不知道过了多久，灰狼终于停止挣扎。薛明累得精疲力尽，带着死狼一起进空间。薛明去池塘边喝几口泉水，开始大口喘粗气，喘着喘着就笑了。这是个至少100斤的大宝贝，在这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狼肉能卖很多钱，狼皮和狼牙都是比狼肉更珍贵的奢侈品，说不定我能得到更多。薛明用衣物小心翼翼地把三娃子的头骨包起来，把灰狼装进麻袋里，离开空间，一路来到树林边缘，扛着麻袋回村。自从喝了灵泉力量似苦笑，薛明打开麻袋，拿出包裹头骨的上衣放在桌子上，反手倒出麻袋里的死狼。两姐妹两声惊叫，躲在堂屋的角落里。古翠花也吓得脸色苍白。等，赵田转身跑进西屋，拿着步枪出来，火速往枪里装子弹。赵叔别开枪，他已经死了。赵田一愣，接着火冒三丈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从哪弄的狼？我和赵强借的你家铁锤，在树林里打的。薛明把地上的铁锤捡起来放在桌子上，慢慢解开上衣，露出头骨。屋子里又是失声惊叫，胆小的赵家姐妹差点吓尿。头骨是在狼窝里捡的，应该是三娃子，是这条狼杀害了三娃子。屋子里一片死静。薛明走到赵田面前，我先去外面，赵叔你节哀。赵田的脸红得吓人。你帮我把四娃子送到他奶奶家。薛明拉着一脸懵逼的赵强离开。20分钟后又回到赵田家，在大门口等了5分钟，堂屋门打开，赵田招手让薛明过去。古翠花扑通一下跪在地上，吓得薛明赶紧拽他。婶子你别吓我，你帮三娃子报仇，好孩子，我。古翠花泣不成声，赵家姐妹急忙拉她起来，众人齐下手扶古翠花去休息。堂屋里只剩下赵田和薛明，三娃子的头骨被他们收起来，准备埋进三娃子的坟里。灰狼尸体也被他们重新装进麻袋里。赵田把莫西内干瓶放在桌子上，打开一个木盒子，里面都是配套的子弹。早上你找我借枪打狼，我心情不好骂了你，以后你不用借了，这把枪跟了我10年，现在我把它送给你。谢谢赵叔。这件事你不要声张，我给你开介绍信，你去供销社悄悄的卖掉，或者去刘村集市里悄悄的卖掉。谢谢赵叔，我知道了。赵叔觉得这头狼能卖多少钱？供销社最多给你40块钱，如果遇见皮匠至少卖50，可惜我不认识皮匠。孩子，叔记住你的恩，现在我啥也不说，以后你就瞧好吧，我给你开介绍信。几分钟后，一张介绍信放在薛明手里，薛明扛着麻袋直接去刘村集市。薛明刚到集市外边，就被3个荷枪实弹的民兵拦住。给民兵看过介绍信后，薛明走入集市。大部分摊位经营粮食蔬菜，虽然现在严打投机商贩，却不禁止农民出售自己家种的东西。薛明扛着麻袋去找采购员卖狼，迎面走来一个络腮胡男和草帽男。小兄弟慢走。薛明停住脚步，草帽男掏出香烟。我叫巴特尔，交个朋友吧。你好，什么事？他是我的兄弟马武，我想买麻袋里的狼。薛明大吃一惊，后退2步，一脸警惕，随时准备动意念进空间。别紧张，我在草原长大，能闻出狼的味道，我没别的意思，只想买狼。老弟，双喜盐4毛钱1包，你再看看我们的衣服，我们能吃掉你的货。他们穿着卡其布衣服，这种布料老百姓穿不起。薛明仔细想想说道，我的狼是100斤的公狼，狼骨狼肉3毛钱1斤卖给你们，狼皮我不卖。狼身上就狼皮值钱，如果只卖狼肉，我最多给你2毛钱，猪就是这个价。不行的，你是草原人，应该知道狼皮和狼骨的价值。兄弟回家喝口茶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。薛明仗着自己有空间，也不怕他们黑吃黑。3人离开集市，走进刘村一座民房。巴特尔仔细检查灰狼，很快露出满意的笑。货是好货，可惜我的钱不够。什么意思？巴特尔老哥想做无本的买卖？空气突然安静，紧接着爆发笑声。马武赶紧打圆场。老弟别误会，我们是正经商人。是吗？2个倒爷想买狼肉，却没给小伙掏1分钱，而且一边堵门一边声称自己是正经商人。要知道，1950年代的农村集市上黑心商贩横行，常有农民卖东西不成反被抢劫一空。小伙悄然摸出裤兜里的手枪，对方见状警觉地退后2步。
老弟别误会，钱不够我有货，我们只是不想让别的商贩进屋和我们抢你袋子里的狼肉才关门。你等我去给你拿好东西。薛明拿着手枪仍不松手。巴特尔说完走出堂屋去西屋。几分钟后，巴特尔抱着一个木盒子进屋，打开盒子竟然是一卷浅黄褐色的布匹。这是进口的高档卡其布，我认为这是你想要的东西。我看你身上的衣服应该穿了好几年了吧？巴特尔笑眯眯打量薛明的补丁装，薛明立马会意，将手枪放回口袋，给了对方一个大大的赞。老哥真厉害，这么紧俏的货都能搞到，这是苏联的走私货。巴特尔一脸嘚瑟，你别管他是从哪来的，你就说想不想要吧。我们老八手眼通天，你想要什么他都能帮你搞过来。是吗？麻烦老哥帮个搞个智能手机，钱不是问题。手机是不是家里养的土鸡？哈哈，用不换狼也不是不行。我想知道你的布怎么卖？1块4毛钱一尺，你去供销社买1尺卡机布需要1尺布票加7毛钱，去黑市买就是1块4毛钱。老弟你别嫌贵，这种高档布有价无市，供销社只卖花布和棉布。俗话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，老弟这身衣服也该换了。现在找不到会扒狼皮的皮匠，只能接受钱和不换狼肉了。巴特尔把狼过称后，整整80斤。马武笑着说道：“老八哥，80斤狼肉正好24块钱。我只有10块钱现金，剩下的14块钱让我用布抵账吧。”可以是可以，不过你得多给我2尺布。你就别占我的便宜了，我免费帮你揉狼皮筒子行不行？揉狼皮筒子能累死人，如果不是为了以后继续合作，你想揉狼皮筒子至少给5块钱加工费，所以你就认便宜吧，老弟。那行吧。交易完毕后，薛明回到家时已经天黑了。刘月娥终于又见到儿子，绷不住哭了。你这一天也没个信儿，怎么现在才回来？妈，你别哭，你先不要睡觉，等我回卧室一趟。搞什么？奇奇怪怪的。薛明回屋进空间把布拿出来，这时门外传来老妈的声音：“你睡了没有？”还没呢。薛明把布藏在枕头下面去开门。刘月娥端着一碗汤进来，喝点汤吧。羊汤泡红薯干。你也知道二雷家的羊被狼咬死了，供销社只要大母羊不要小羊羔，他把羊羔包了给咱家送了一碗汤。你二雷叔没得说，你二雷婶天生就是刻薄人，以后看你叔的面子跟他家多来往。知道了。薛明一口气喝完羊汤，吃完红薯干。妈，你闭上眼，给你个惊喜。3更半夜要啥惊喜？赶紧睡觉。刘月娥嘴上这么说，还是用手捂住了眼。薛明拿开枕头，现在可以放手了。刘月娥看见卡基布愣了2秒，突然一把抱在怀里。卡基布，哪来的布？我进山把那记仇的恶狼给锤了，然后用狼肉换来的布。刘月娥听罢抱着布吓了一跳。你敢进树林里打狼？你想气死我啊？薛明见母亲就要发作，赶紧编瞎话。昨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梦见我爸，他说家里有狼，让我别出去，狼等不着我就咬死了二雷叔家的羊。想起去世的男人，刘月娥又流下眼泪。薛明心中一疼，继续说谎。幸亏昨天你们没有出来上厕所，狼很记仇，还会过来害咱们。我爸让我去杀了他，我能杀狼全靠我爸在天之灵的保佑。还有，我在狼窝里找到了3娃子的头，就是这条狼吃了3娃子。难怪赵田之叔突然照顾我，把我调到大队给王秀芬打杂。王秀芬是大队的妇女队长，跟着她打杂肯定比下地干活轻松。赵支书真是给面子。你爸说的对，狼很记仇。解放前咱村张麻子打死了一头有小崽的母狼，几天后狼群就跑到他家咬死了他全家，左邻右舍的羊他们都不咬。说个轻松的话题吧，这是1丈布料够给咱全家做一身新衣裳吗？你这孩子拎不清，卖狼的钱先买粮食啊，家里缺粮食不缺衣裳，你还剩多少钱？还有9块钱，我买了100斤红薯。听到这话，刘月娥瞬间有了笑脸。3尺布能做一套大人的衣服，10尺布足够给咱们全家做新衣服。薛明又拿出3块钱给母亲，儿子孝敬您当私房钱，明天我就去镇上买小麦。不买小麦买玉米，小麦3毛，玉米2毛，我不要钱，你都拿去买玉米，我啥都不懂，你就是我的主心骨，不用给我私房钱。别这么说。薛明被他逗笑，既然是主心骨，那就买小麦，玉米面太难吃。老妈抱着布料开开心心的走后，薛明躺在床上睡觉，窗户外又响起老妈的声音：改天让你赵田叔跟你一起去赶集买玉米，你二雷叔也行。知道了，你去睡吧，别忘了给我做衣裳。第2天早上，薛明被谈话声吵醒，出门看见村支书媳妇古翠花拿着剪刀和木尺过来串门，他的2女儿赵美玲也跟在后面，是刘月娥请他们帮忙做衣服。古阿姨好，美玲妹妹好。这孩子嘴真甜，二丫头去给你哥量量。赵美玲走到薛明身边，薛明张开双臂配合她测量3围身高和臂长，鼻子里闻到了香皂的香味儿。二丫头快找婆家了吧，感觉这2个孩子挺般配的。母亲乱点鸳鸯谱，羞得赵美玲手足无措，一紧张脸上也有了2朵红晕，害得薛明张开的双臂僵在空中，也不知道该不该放下。
民兵们在树林里一路狂追4个黑心商贩，对方边跑边丢在地上的商品却全部都离奇消失。等民兵们将几人抓获折返回到黑市，却发现摊位上已经空得连1厘米都不剩。黑商贩们定睛一看，就连载粮的推车都少了2个轮子。他奶奶的真倒霉！之前清理黑市至少搞2件铁家伙，这次1件都没有。就是啊，连一把铁锹都没有。难道现在倒爷越来越穷了？行了，别抱怨了，大鱼都被县里的民兵抓走了，咱们吃小虾米就烧高香吧。不好意思哈，你们想要的铁器被我捷足先登了。你们几个黑商贩还想欺负我，看你们以后还敢不敢害人。薛明开上帝视角看着民兵们和几个黑心商贩，刚才他已经将商贩们留下的有用商品都网罗到了空间里。看着堆放在空间的许多布匹，薛明不由得想起出门时赵美玲给他量衣服尺寸时的尴尬瞬间。二丫头快找婆家了吧，感觉这2个孩子挺般配的。老妈突然乱点鸳鸯谱，羞得赵美玲手足无措，害得薛明张开的双臂僵在空中。薛明只好顺着老妈的话往下说：美玲妹妹遗传了古婶子的贤惠，将来肯定嫁到城里吃商品粮。一句话逗笑了赵美玲的母亲古翠花。测量完身体尺寸，薛明一路直奔黑市，花8块钱买了新鞋和袜子。薛明正要去寻人卖狼皮时，一个玩3仙归洞的手艺人叫停了他：小伙子玩玩吧，你要是赢了，这袋细粮就是你的。好吧，先玩1块钱的试试手气。莫见了。李志和用左边的碗扣住1个球，用右边的碗扣住2个球，左右变换了几次。小同志猜猜看，左边的碗里没有球。小同志确定没有？薛明点头。李志和慢慢打开碗，果然没有球。小同志运气真好。薛明把猜球的钱放在桌子上。再玩一把，如果我赢了你，你就把那袋麦子给我；如果我输了，这狼皮就是你的。哈，我见。李志和故技重施，快速转动2个碗。猜吧。3仙归洞的核心是在开碗的瞬间把球从碗里取走，藏在指缝里，或者把藏在指缝里的球放在碗里。不管怎么猜都会说刚才是他故意输给我的，反正都是作弊。咱们大哥不说二哥，这个碗里没有球。确定吗？确定。薛明集中精力动意念，在对方先碗放球的瞬间把球收进空间。小同志你输了，哈！李志和突然瞠目结舌，赌桌上空空如也，一个球都没有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我明明把球放在这里的。人有失手，马有失蹄，你失手了。薛明笑呵呵地走到粮袋旁边，扛走200斤细粮。你作弊，这把不算数。2个青年拦住薛明，其中一个掏出1块钱，拿着你的钱给我滚蛋！玩不起就不要玩嘛，出尔反尔是不对的。薛明看了眼装200斤细粮的粮袋，想收进空间，又怕引起人们恐慌，转身走进树林里，悄悄进入空间，开上帝视角监视李志和以及他的同伙。突然有人大喊：快跑啊，公安来了！接着发生了开头一幕。这么多布匹和细粮，够一家用好几个月了。薛明一直等到下午2点，外面终于安静。随后他用李志和的小碗喝灵泉水，喝饱肚子，再换上新买的袜子和布鞋，围着空间跑几步，觉得非常舒服，直接把穿了很久的鞋子扔到矿山上，出空间加快脚步离开了黑市。步行20里回到家，还没吃饭吧？我给你煮2个红薯片。别，你们等我一下。薛明一听见红薯片就头疼，回到卧室把门关上，从空间里卸货，先把200斤细粮卸了，然后拿着铁锅和斧头走进了厨房。以后用铁锅做饭，现在去烧热水给弟弟妹妹们洗脚。大哥，哪来的铁锅和斧头？反正不是偷的。薛明拎着斧头去院子里劈柴，把那把报废的破柴刀扔得远远的，2斧头下去劈开一段树桩，劈完柴回到卧室躺床上休息。2个弟弟追过来在屋里玩耍，不一会薛林端着烂陶盆进屋给小家伙们洗脚。我给你们都买了新鞋，以后你们每天都要洗脚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，听见了。薛林先给他们穿上羊毛袜，再穿鞋。过了一会儿，薛明打盆水让薛林坐在床上给他脱鞋洗脚，发现他的2个大脚趾的指甲盖被某种树叶包着。脚怎么了？薛明解开细线拿掉树叶。什么啊？这是凤仙花，美玲姐给的小桃红，让我染指甲。呵呵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，害什么羞啊？薛明这么一说，薛玲脸更红。哥，我跟你说件事，你不能跟别人说。美玲姐让我问问你，你喜欢她吗？干嘛？她想当你嫂子？你杀狼给3娃子报仇，还找到了3娃子的头，她说她想报恩。薛明不由得笑了起来。以身相许是吧？小丫头片子懂个啥？等你们4个都结婚了，我再结婚，她肯定等不及的。下来试试合不合脚？大小正合适，大哥对我们真好。长兄如父嘛。等你们都结婚了，记得经常买酒孝敬哥。鞋和细粮都是卖狼的钱买的，跟我去磨面，咱们晚上吃白面馍。薛明一大早就去支书家借鸡公车和罗网，用鸡公车推着粮袋子带着妹妹去村里的磨坊。支书家的2闺女赵美玲过来帮忙。几10分钟后，薛明将筛下去的面粉倒进陶罐。赵美玲时不时偷看薛明。薛玲见赵美玲在发愣，用最小的声音嘀咕道：美玲姐有没有相中我哥？赵美玲惊得缓过神来后闹了个大红脸。重达2000斤的石磨，小伙单手推磨却加速到了每秒4圈。路人大爷好奇地瞄了一眼小伙，不料晕得眼冒金星，差一点栽在地上。一旁的村花也一时晃了神，筛面粉的细罗脱手掉在地上。看着挺瘦，为啥这么有力气？一直推着磨盘转悠不带休息的，生产队里的驴都没他能干。美玲姐有没有相中我哥？呸，在胡说，撕烂你的嘴！
不过你哥真有本事，竟然能买到细粮。两个女生的嘀咕被薛明听见。喝了灵泉水就是有劲，没想到50年代的女生这么早熟，她们加起来还不到30岁啊！用了1上午时间磨了140斤面粉和60斤麸皮。薛明收拾工具回家后，把面粉倒进面缸，随后拿10斤麸皮给了赵美玲。谢谢你过来帮忙，这点麸子拿回去喂你家的老母猪吧。赵美玲带着10斤麸皮美滋滋的走了。之后，薛明开始发面做馒头。黄昏时分，刘月娥下工回家，看见孩子们都在厨房里忙活，干啥呢？锅里煮的啥？你回来的真巧。薛明伸手揭开锅盖，一团青烟升起，露出一锅馒头。刘月娥瞬间惊呆。这天晚上全家人都吃饱了。刘月娥盯着面缸看了很久。磨这么多面粉至少需要200斤细粮，卖狼肉剩下的钱不是都被你买斜了吗？薛明没法说明事实，只能撒谎。有人出60块钱买我的狼皮，我就买了200斤细粮。狼皮这么贵？当然，皮匠买狼皮做成狼皮袄卖给城里的有钱人，穿在身上既保暖又上档次。妈，等我再打几只狼，也给你做个大袄。胡说八道！我又不是城里人，这些麸子拿到供销社卖了吧，咱家没有猪和鸡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只要我们努力干活，一切都会有的，猪和鸡也会有的。刘月娥相信儿子的话，渐渐地露出一丝期待。第二天一早，薛明步行12里来到供销社卖狼皮，狼皮18块钱。这收购价低得可怜，气得薛明扭头就走，一路打听来到皮革厂询价。我们不能从私人手里收购皮草，只能从供销社和食品站收购。薛明二话不说，直接回家，打算等巴特尔回来把狼皮卖给他。回到赵村已经是黄昏，以后一定得买个自行车，要不然这么远的路能走断腿。薛明一到家门口，听到二妹的哭声，他2步走进院子里，发现二妹正和一个男孩抢夺馒头。男孩用力把薛英推倒，抱着馒头就往嘴里送。这是人家的馒头，大哥他偷咱家的馒头。熊孩子拿着馒头想从薛明眼皮底下逃跑，原来是便宜三伯的熊孩子薛二蛋。薛明抓住他的领子，把他拎起来。偷馒头还打人是吧？放开我，我让俺爸打死你！薛明用力把他扔地上，从他手里夺走那个馒头。大哥，大姐带着弟弟出去玩了，他趁我去厕所时偷咱家的馒头，还打我的头。薛明怒视着薛二蛋，你不想找打，赶紧滚回家去！薛明，你该死了！我回家让我爸打死你，让他打死你！薛二蛋跑回家告状。不一会儿，薛三孬和看热闹的薛大军来到薛明家。薛三孬扬起斧头对着堂屋骂街：“薛明，给老子滚出来！老子今天非劈了你不可！”薛大军突然一愣，他看到薛明拎着枪从东屋出来，直接把枪口抵在薛三孬的太阳穴上。薛三孬吓得浑身一颤：“我爹死了，我妈是寡妇，你们就来欺负我是吧？”薛明，当心走火！三伯，薛二蛋偷我家的馒头，还打伤我妹妹，这笔账怎么算？薛三孬转身一巴掌甩在薛二蛋脸上，现场静得可怕。很好，斧头留下，从我家里滚出去！你若不服，就叫上薛老栓一起过来找我报仇。薛三孬吓得屁滚尿流，马上跑路，亲生儿子都不管。薛英从东屋跑出来，对薛二蛋做鬼脸。当天晚上，刘月娥气得不行。薛二蛋天生的坏种，薛三孬不是个东西。别生气了，妈，薛家人再敢过来搞事，我就打爆他们的头。不生气，我觉得很解气。现在我的孩子长大了，谁想欺负我就得好好掂量掂量。支书已经知道了今天的事，他让我提醒你不要随便在村里动枪，毕竟你的猎枪是他送给你的。明白了。第二天，薛明拿4个馒头装进书包，步行去北边的森林里打猎。按照记忆找到上次的狼窝，以狼窝为中心找了1中午没有找到狼。薛明坐地上吃馒头填饱肚子，用零元购的瓷碗从空间里舀1碗灵泉水。忽然前方灌木丛里有异动，薛明马上举枪打开保险。片刻后，一条犬科动物从灌木丛里出来，浑身瘦骨嶙峋，狗毛又脏又乱。这是一条野狗，现在人都吃不饱，哪有余粮养狗？薛明继续赶路。大黄狗却摇着尾巴追上来，嘴里发出呜呜的声音，一副可怜兮兮的样子。走了几步，薛明停住脚步，从书包里拿个馒头丢给他：“吃完了就滚蛋吧！我妈要是知道我用馒头喂狗，肯定气哭。”没想到大黄狗不吃馒头，竟然吃草。薛明有些懵逼，刚才把漱口的灵泉谁吐在了草地上？难道大黄狗喜欢喝灵泉？想到这，他从空间里舀1碗泉水放地上，大狗马上跑过来大口喝水，喝光1碗灵泉就用狗头蹭薛明的腿。原来你也喜欢喝灵泉水，鼻子很灵嘛，老伙计！只要你能帮我找到狼或者野猪，以后就跟着我混。白面馒头和灵泉水管够。大黄2口吃完地上的馒头，迈步往前走，一边走一边用鼻子闻。片刻后，水流声越来越大，狗子突然趴在一片矮灌木丛里摇尾巴。薛明过去一看，差点吓尿。7只大灰狼从对面的山脚下冲出来，追逐一头野驴。薛明把枪架在一个树杈上，打开保险，瞄准野驴屁股后面的那只狼。不对，母驴的肚子大的吓人，可能是个驴妈妈。野驴屁股后面的狼越来越近，狼脑袋靠近驴腿时，驴妈突然猛踢后腿，砰的一声，后蹄结实的踢在狼头上，被踢的灰狼直接起飞，摔在地上，生死不明。俺们农村有句老话，千万不要站在驴屁股后面。
驴能啃树皮，所以咬合力还是很大的。这群狼为什么要招惹它呢？逮几只野兔它不香吗？驴妈继续往河边跑，很快又有一条狼冲到前边咬它的脖子，可惜没咬紧，被驴妈踢飞，肚子又被驴妈踩踏，瞬间没了动静。薛明差点笑出声。驴的前腿能使出自身体重4、5倍的力量，一脚下去3000多斤的力道，这玩意儿谁能顶得住？没一会，驴妈就跑到河里与岸边的4头狼对峙。4匹狼也不下水，就在河边监视。驴妈往上走，他们就去上游；驴妈往下走，他们就跟着去下游。这条河很宽，驴妈不敢过河。这狼是想等野驴失血过时吃现成的肉啊！薛明深吸一口气，瞄准第一条狼的心脏，清脆的枪声响起，第一条狼贡献出婴儿般的睡眠，剩下的3条狼转身就跑。薛明立马抬枪打死第2条狼，第3枪放空了，最后的2条狼逃进树林里消失不见。大爷的，跑那么快干嘛？薛明重新装满5发子弹，端着枪走出灌木丛。母驴没有逃跑，而是静静地站在河中央和薛明对视。薛明用意念把5条狼扔进空间，又从空间里端一碗灵泉水，慢慢走向河边。我没恶意，我的泉水能帮你。突然母驴摔倒在河里，薛明赶紧动用意念把它也收进空间。母驴鼻孔里喘着粗气，瞳孔开始扩散，精神状态很不好。薛明赶紧捧着碗去池塘边舀泉水，把水碗放在母驴嘴边。母驴喝完灵泉水恢复一些精神，薛明赶紧再去打泉水，希望能把它救活。母驴喝第2碗泉水时，大黄狗突然跑到驴屁股后面汪汪叫。薛明过去一看，好家伙，野驴屁股后面有个被羊水包裹的驴头，这是要生啊！薛明既紧张又兴奋。我不会接生，但我相信母爱的伟大。你跟狼群拼命不就是为了孩子吗？加油，我相信你行的。小驴驹一点点的出来，先是脑袋，后是脖子，接着是2个前腿。母驴使出浑身力气分娩，鼻孔里不停的喘息。薛明不停的给它加油。小驴驹终于全部出来，艰难的站起来，晃晃悠悠来到妈妈身边卧下。大黄跑到前面，用鼻子闻母驴的头。薛明脸上的笑瞬间凝固，油尽灯枯的母驴无法战胜死神。薛明把驴驹抱到灵泉旁边，打1碗泉水给他喝。小驴驹喝了3碗，趴在池塘边，用脑袋蹭薛明的手。薛明又把他抱到矿山旁边，远离已经死去的母驴。大黄看好他。薛明掏出刀子来到母驴跟前，最后感应战胜了理性，收起了刀，拿起了铁锹。驴姐，谢谢你帮我多杀3条狼，如果没有你帮忙，我手里的枪最多杀2条。说完，拿起铁锹就地挖坑，费尽9牛2虎之力把母驴埋在空间里。薛明先处理3条好狼，用刀子小心翼翼地剥掉狼皮，把狼心狼肺掏出来喂狗，用了6个小时处理完3只狼。小驴驹晃晃悠悠走过来找奶吃，薛明突然有些头疼。小家伙刚出生就没骂，我应该去哪里搞奶水养活它？由于接近天黑，森林里太危险，薛明只能在空间休息1晚。第2天一早，薛明带着大黄来到刘村生产大队，一路打听来到二舅刘建国家。薛明从空间拿出2个野鸡蛋装兜里。院子里没人，只有一辆木头做的鸡公车。薛明看望老娘，主要目的是借车。姥姥，二舅在家吗？我是薛明。片刻后，一个老人拄着拐杖来到堂屋门口。是不是大明来了？薛明走过去握住他的手。姥姥，我是薛明。好孩子，好孩子，你妈来了没有？过几天他就过来看您。薛明把2个山鸡蛋放在他手里。我来的太急，没带什么好东西，这2个山鸡蛋您留着吃。不要不要，拿回家给你妈吃。老太太拿着鸡蛋往外孙口袋里塞。你先听我说，我是来借鸡公车的，用1天到晚上送过来。这2个鸡蛋你留1个，给俺二舅1个。良久后，老太太长叹一口气：“你把车推走吧，你二舅回来我跟他说。”如果没有这2个鸡蛋，他那不孝的儿媳肯定追到薛明家要车。薛明陪姥姥说几句话，推着鸡公车离开二舅家，还没出刘村就遇见了二舅母。谁让你推的车？韩盼地左手抓住车，右手抓住薛明的袖子。薛明正想解释，从左边院子里走出一个背着步枪的女人，正是上次来刘村赶集时盘查介绍信的女民兵刘荣。大妹子，她偷我家的车，快把她抓起来！怎么回事？刘荣把枪抱在怀里，忽然觉得薛明有些眼熟，仔细一想也就想了起来，他对这张英俊的小脸很有印象。韩大姐搞错了吧？他不是赵村生产大队你的外甥薛什么来着？我叫薛明，我借车时姥姥在家，是我姥姥把车借给我的。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去家里问我姥姥。这是我的车，他凭什么做主？没有经过我的允许就推我的车？大妹子，你说这不是偷是什么？不想借就不借，污蔑人干什么？我也不白用你的车，我留了1个山鸡蛋让姥姥交给你。你拉倒吧，你家穷的都揭不开锅了，哪里有鸡蛋给我？拿我当3岁小孩啊！刘荣理清来龙去脉，沉着脸说：“韩大姐不要乱扣帽子，薛明你等着，我家的车借给你。”这话一出口，韩盼地就是一愣，平时也没见你刘荣这么大方过。刘荣从家里推出来1辆鸡公车，薛明拎着麻袋走到他面前道谢，弯腰从麻袋里舀出来1碗麦子，碗和麦子都是刚才悄悄从空间里拿的。荣姐姐回家拿个碗吧，我不白用你家的车。刘荣和韩盼地的眼珠子都直了。你这孩子怎么跟舅妈开玩笑？咱家有车就别用外人的车了。好家伙，翻脸比翻书还快。薛明直接把碗放在刘荣怀里。二舅母，我觉得我不会用你家的车，还是用外人的吧。说完，薛明推着车就走。韩盼地的脸色无比难看，想破口大骂，却被刘荣一个眼神瞪回去。不要在大街上撒泼丢大队的人。韩盼地贪恋地盯着金灿灿的喜粮，
大妹子，这碗细粮本来是俺外甥给我的，分给我一半吧。你还是要点脸吧。刘荣一声冷哼，抱着碗回家，把细粮倒出来，把碗洗干净，准备等薛明送车时再把碗还给他。韩盼帝越想越生气，突然又想起了薛明说的那2颗野鸡蛋，急忙推着鸡公车回家。回到家，发现老太太坐在院子里乘凉，放下车跑过去问道：“刚才薛明给的野鸡蛋你放哪了？”老太太看着鸡公车，眼中闪过了一丝痛苦：“他家哪有鸡蛋给我呀？你别骗我！”韩盼帝气急败坏，跑到堂屋翻箱倒柜。老太太眼里的痛苦更浓。几分钟后没找到鸡蛋，韩盼帝更加气急败坏，把一件打满补丁的大褂摔在老太太脸上。都是一群喂不熟的白眼狼，滚到你闺女家住去吧，死了都别回来。老太太弯腰拿起衣服，拄着拐杖出门，走到房子后面，从一堆沙土里扒出2个野鸡蛋，装进兜里，慢慢的向赵村走去。这个老不死的，薛明也是胳膊肘往外拐的白眼狼。韩盼帝在院中破口大骂时，忽然一条大黄狗冲进院子，一把将他扑倒，张开嘴死死咬住他的小腿肚子。啊！救命啊！刘建国家传出杀猪般的嚎叫声。建国他媳妇嚎啥呢？这么大声，你过去看看。读取，那2口子都是不孝的混球，我老钱不想跟他们打交道。就你孝顺是吧？钱大嫂慢悠悠出门，看见韩盼帝坐在院子里嚎啕大哭。谁家的野狗咬我，杀千刀的，让我怎么样活啊？钱大嫂不知道他在骂谁，走过去想安慰安慰，赫然发现韩盼帝的小腿肚上都是血，用破布给他擦血时，看见2个狰狞的牙印。刘家院子后面，薛明把大黄狗收进空间，加快脚步去追老娘郭秀花。放狗咬的恶人哇哇叫，让他十分解恨。走到去赵村的大路上，看见姥姥的背影，小脚走路很不稳当，薛明担心一阵风就能把他吹倒。刘村到赵村有8里路，薛明从空间里放出大黄狗。大黄，你通人性，帮我送姥姥回家。现在天热，我必须尽快卖掉狼肉。大黄摇摇尾巴，一溜烟跑过去，吓得郭秀花举起拐杖：“你别过来，我打你！”僵持了半分钟，郭秀花摇摇头继续走，大黄也站起来陪着他走。郭秀花一停，他就卧在地上摇尾巴。如此一来二去，老太太也不怕了，一人一狗结伴而行，相隔不到1米。薛明终于放心，加快脚步去光明镇。去供销社的途中，路过光明公社食品站，没买到肉的同志一边抱怨一边回家。薛明跟在了一个装戴眼镜的中年人身后，悄悄尾随来到一片居民区。大门的左边挂着一个木牌子，上面写着红星罐头厂家属院。原来是罐头厂职工宿舍，现在的工人待遇非常好，手里应该有买肉的钱。薛明跟着他来到他的家门口，找个没人的地方，从空间里拿出鸡公车，把装狼肉的麻袋和装狼皮的麻袋放在鸡公车上。眼镜男扶着眼镜看薛明：“同志，请问你找谁？”薛明不说话，直接打开麻袋。眼镜男周勇大吃一惊：“同志，什么肉？狼肉，猎枪打死的。同志，你想怎么卖？6毛钱1斤，不要票，不限量，随便挑。”周勇咬咬牙说：“我要10斤胸脯肉，10斤半6块钱，多出的半斤是天头。我想用你家的秤，肉钱你们先拿着当押金，等我卖完肉用秤赎回押金，或者你们直接把秤卖给我。”把秤借出去，能多吃半斤肉，还是挺划算的。周勇微笑摆手：“同志，你的话不恰当，秤可以借不能卖，只有专门做横器生意的人才会卖秤。”薛明又有些小尴尬：“同志，请问你们有奶粉票吗？”奶粉票只会分配给奶水不够的富人，普通家庭根本没有。这么紧俏吗？还有一种途径可以得到奶粉票，农民卖给食品站生猪，国家奖励奶粉票或糖票，100斤猪奖励半斤票。谢谢同志，实在不行就去森林里打野猪卖给食品站吧。一直沉默的张慧突然开口：“小同志要牛奶票吗？我家里还有3斤牛奶票，供销社里的奶粉卖5块钱1瓶，很贵的。牛奶票怎么卖？”薛明觉得小驴喝牛奶也可以。张慧征求老公的意见：“我们不知道卖多少钱合适，你先去卖肉吧，等你还秤的时候再商量。”可以的，谢谢同志。薛明在罐头厂家属院挨家挨户卖狼肉，3条狼很快卖的只剩30斤肉，总共卖了40块钱和30斤牛奶票，还有1盒奶粉1个奶瓶。小驴居每天能喝3斤左右的牛奶，喂够15天就能喂饲料了。薛明推着鸡公车从客户家出来，门外一个7、8岁的小丫头拉住薛明的袖子：“去我家吧，大哥哥，俺爸马上下班。”薛明不明所以，刚买过肉的老太太小声解释：“这是薛皮匠家的闺女薛大侠，他家也想买肉，想让你等他爸回家，他爸在皮革厂上班。”好吧。薛明正愁找不到皮匠处理那3张狼皮，薛大侠拉着薛明来到一处院子里。这时胡同里出现一个穿着蓝色工作服的男人，薛二侠跑过去一把扑到他怀里。薛建平抱起闺女笑呵呵往这边走，手里掂着提篮放着2瓶牛奶，是那种500毫升的葡萄糖输液瓶，差不多能装1斤牛奶。回到家，薛大侠介绍薛明，薛建平一眼就认出了狼肉。同志，谢谢你，我家好长时间没吃肉了。薛建平也是个爽快人，用5块5毛钱和1斤牛奶换走10斤狼肉，3条狼全部卖完。薛明拿出3张狼皮给他看，请帮我揉3个狼皮筒子，需要多少工钱尽管开口。好东西呀，好些年没见过这么完整的狼皮了，小兄弟卖给俺厂吧，这种没外伤的狼皮至少40块钱1张。这么贵吗？你们皮革厂好像不收个人的货吧？上次我去皮革厂咨询，他们说厂里只从供销社和食品站收货。这个我不知道，你想卖货的话，我可以给你找个买家。
虽然3张狼皮能卖120元，但还是留下给家人们做皮衣吧。现在的冬天非常冷，狼皮我就不卖了，麻烦薛大哥帮我揉狼皮筒子。揉3个筒子，你给我15块钱，我连夜给你揉好，保证100年不变质。3张狼皮需要揉1夜，薛明只能留宿，离开薛家。薛明找个没人的地方进空间。第2天，薛明来到薛建平家，薛建平正在院子里烘干狼皮。建平叔应该会做皮衣皮裤吧？当然会。去我家给我妈我姥姥做一套皮衣需要多长时间？现在做皮衣有点早，还是把狼皮卖掉吧。现在的价钱比往年高太多，我可以给你介绍个大买家。建平叔，你说的大买家有多大？靠谱吗？我建议你把狼皮卖掉买粮食，咱俩非亲非故，我没必要骗你。你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风声？以前厂里每个月给我38斤粮票，2个孩子加起来给30斤粮票，从上个月开始，厂里只给我30斤，2个孩子只给20斤。这是粮食紧张的表现。薛明仔细回忆，好像赵村已经2个多月没下过雨，这样下去，今年的粮食肯定减产。现在空间里还有200斤玉米和500斤细粮，养活6口人，1头驴1条狗，有点紧张。好的，谢谢老叔的提醒。第2天，薛明推着机工车离开罐头厂家属院，去川大奶牛场，找个没人的地方把机工车扔进空间，在奶站排队1个小时换3斤新鲜牛奶，自己喝1斤，剩下的喂小驴。赫然发现小驴的体格比昨天大了1圈。如果泉水真能让你快快长大就好了。薛明揉揉驴的脑袋，离开空间，一路打听，找到牛家小院，上前敲门。几分钟后，铁门开出一条缝。薛明微笑着问好：“同志，请问这是光明胡同牛宝林的家吗？”夫人打量着薛明的补丁衣服，露出一丝轻蔑：“俺家没圣母，你去别的地方问问。”没想到被当成要饭花子，薛光回退2步，转身就走。都说牛先生为人仗义疏财，没想到也是只认衣冠不认人。让他进来。中气十足的声音从院子里传出。妇人看看左右没人，就让薛明进门。我不认识薛建平同志，其实要饭并不丢人，我就是吃要饭馍长大的。薛建平让你找我干什么？牛同志不请我进屋喝杯茶吗？薛明发现夫妻俩都穿着皮鞋，这年头1双皮鞋10好几块，普通人根本穿不起。呵呵，喝茶随时都可以，只不过我的茶叶有点贵，你有实力成为我的座上宾吗？想做我刘某人的座上宾也很简单，只要你能拿出让我感兴趣的东西。抱歉，我不在乎什么座上宾座下宾，我只在乎你能不能拿出我想要的东西，比如这个。口气不小吗？就没有刘某人拿不出来的东西？粮食布匹、公鸡、母鸡、缝纫机、自行车，只要钱到位，装甲车我都能给你开过来。薛明从麻袋里陆续掏出4个狼皮筒子，这4个小物件能换1辆装甲车吗？牛宝林马上瞪大双眼，他媳妇沈月婷也跑着小碎步过来，夫妻俩小心翼翼检查狼皮。好东西啊，月婷，泡好茶。老弟去屋里说话。我要1只公鸡，10只母鸡，1只公鹅，10只母鹅，1头公猪娃，1头母猪娃，3只母鸡，剩下的全部要细粮。什么时候有货？牛宝林愣了一下，货我能搞到，但老弟你可不能这样搞。公社规定每家只能养1头猪3只鸡，违反规定就是资本主。这个不用你操心。薛明很不耐烦地摆摆手，你给我算个账，再给我说个交易时间。请稍等。牛宝林马上掏出纸笔刷刷写字，写完后拿给薛明过目，一共加起来是200.2元。这4个狼皮筒子，牛宝林给的价不算低，和薛建平估算的价格差不多。有了这群东西，就能暂时高枕无忧。细粮凑合整数给我240斤，多长时间可以交货？薛明在牛宝林家下了个大订单，约定3天后过来取第1批货。离开牛家，站在十字路口，不禁有些纠结。空间里还有2条死狼等着处理，那2条狼是被枪击毙的，狼皮烂了2个窟窿，价值不大，只能整条狼卖给供销社。薛明加快脚步去到供销社，柜台里坐着3个正在聊天的年轻妇人。现在刚过8点，店里没有客户。同志你好，请问这里收狼吗？什么狼？薛明从麻袋里拎出1条狼尸，瞬间响起3声尖叫，3个营业员迅速退到了一边，用惊恐的眼神盯着死狼。薛明赶紧塞进麻袋里。抱歉，他已经死了，不能咬人。我去请示领导。惊魂未定的赵喜娜推开后门去请示，剩下的2个营业员不再害怕，脸上竟然有了一丝兴奋。没一会儿，赵喜娜带着5个男人从后门进来，为首的是个衣着体面的中年人。我是供销社裴林，小同志把狼拿出来吧。这是我们的裴主任，这几位同志都是我们供销社的。领导好。薛明从麻袋里倒出2只狼，领导赶紧出柜台围观。东西是好东西，可惜狼皮被打烂，价值也就大打折扣了。裴林一脸惋惜。过磅吧，同志，有多重算多重，我给你3毛钱1斤。食品站2角4分钱每斤统购生猪，3角钱买狼也算可以。谢谢裴主任。领导们安排人过磅，大狼80斤，小狼70斤，总共45块钱。我不想要钱，能不能从这换东西？这不合规定。打扰了。薛明弯腰装狼准备走人，裴林赶紧拉住他的手。同志别着急嘛，有事好商量，下不为例。有些物件能给，有些物件必须凭票供应。你想要啥？我要2个暖水瓶，家里没有暖瓶，夜里想喝口热水都没有。1斤酱油，1斤香醋，再来个手电筒、雪花膏。
零零总总24块钱没了，正好是80斤大郎的总价。工作人员美滋滋抬走大郎去后面扒皮割肉，他出手相当阔绰，3个营业员眼都直了。这时有8个大汉气势汹汹走进供销社，为首的中年人是食品站的李文化站长，黑着脸走到裴林面前。老裴，收狼是我们食品站的事，你们为什么插手？食品站是收猪的，国家没规定野狼必须卖给你们，供销社当然有权收购。胡扯，野狼就是食品，当然归食品站管，我懒得跟你废话。李文化转过身质问薛明，你不知道狼要卖给食品站？不知道，我是乡下的野小子，不懂国家的政策。老李消消气。副站长林长庆把手搭在薛明的肩膀上，拿着你的狼给我们去食品站，价钱绝对让你满意，装麻袋里跟我走，他们给你多少钱我也给多少钱。不行，人家来我们供销社卖狼，你们凭什么横插一脚？2位大领导马上唇枪舌战，薛明担心姥姥想尽快回家。2位领导，请听我说一句，领导们，最多3天我会再打2只狼，裴主任能给我3天时间吗？你确定能打到？狼或者野猪，3天之内肯定送过来一个，您看能不能把小狼让给李站长？裴林借坡下驴，冷哼一声，摆摆手，这条狼太小了，我们供销社看不上，你们拿去吧。李文化黑着脸拂袖而去，副站长林长庆笑着向裴林道谢。薛明推着机公车拉着一车物件跟他们去食品站。来到食品站，林长庆安排人称重，小狼净重70斤，单价也是3毛钱。林长庆掏钱准备付账，忽然隔壁院子里传来了猪的嚎叫。薛明愣了半秒，马上抓住麻袋，请林站长卖给我10斤五花肉，我没有肉票。林长庆一个头2个大，薛同志别为难我呀，猪肉凭票供应，你没有票我很难做，我给你10斤肉票，明天你再过来买。你还是给我10斤青菜票吧，剁饺子现要青菜。这不合规定，除非你向我保证3天之内送来1头野猪或者狼，只有这样才能堵住领导的嘴。薛明点点头，放下了麻袋。林长庆掏出钱包，拿出10斤青菜票，给薛明10块钱，让他在收据上签字。交易结束后，去杀猪棚等着拿肉。薛明看见了令人震惊的一幕：5个年轻少女把一头肥猪摁在屠宰台上，一个少女一刀捅进猪脖子里。看什么看？没见过杀猪，再看把你眼珠子抠下来。不好意思，我见过的屠夫都是5大3粗的壮汉。女人不能杀猪，妇女能顶半边天。林叔叔，他是干什么的？杀猪种地，闲人免进。这位是公社书记的千金李婉月，林长庆不敢得罪。婉月同志，薛同志卖给咱们1条狼，站长特批10斤免票五花肉给他。李婉月上下打量薛明，你这弱不禁风的小身板能打狼？站长同志，免票猪肉我不给，除非他证明他有本事打狼。薛明不想节外生枝，其实狼不是我打的，这个没法证明。薛同志，别谦虚，你能在150米外打中狼的心脏，论枪法，整个光明县只有婉月同志能跟你媲美。你这么厉害？李婉月的好胜心被勾出来，她来食品站之前当过民兵，50米外能在夜里打灭乡头儿。咱们2个比1场，赢了我你就能拿走10斤免票肉。林站长，姥姥来我家做客，还等我回去给她包饺子吃。你赢了我去给你姥姥包饺子。李婉月说完离开屠宰场拿枪去了。这娘们真彪，情商低的可怜，将来谁娶她肯定会倒8辈子血霉。林长庆趴在薛明耳边小声说道：“他爸是公社的一把手，他要是铁了心不给免票肉，你就吃不上饺子。”林长庆这个糟老头子是拱火大师，拱火是为了见识高超的枪法。10分钟后，李婉月背着一把汉阳造过来。薛明同志，跟我去靶场，让我见识见识你的百步穿杨。不用这么较真吧，婉月同志，我就是想赶紧回家包饺子。李婉月二话不说，扭头就走。林长庆拍拍薛明的肩膀：“小薛，一定要给咱们男同胞争光，10斤肉我给你准备好，你比完枪就能拿走。”去吧去吧，小同志。几个杀猪的少女开始起哄，如果不敢应战，恐怕真就成了笑话。薛明只能跟着林长庆走出食品站大门，推着独轮车跟着李婉月走。走了3里多路，来到一片土丘前，林长庆把2根竹竿插在地上，从兜里掏出2个红色的气球，一个竹竿上挂一个。小薛和小李都是神枪手，每人5发子弹打那边的气球。2位同志谁先来？李婉月摘下枪递给薛明：“你先打，我不想给你太大的压力。”挺狂啊你，我也不占你的便宜。薛明的好脾气被他磨光了。是骡子是马，牵出来溜溜，让我看看你到底有多牛。李婉月举枪瞄准，啪的一声，第1发子弹落空，紧接着第2发子弹空枪，开第3枪时气球炸裂。李婉月终于露出笑容。好枪法，不愧是光明县的射击冠军。小薛同志，现在压力来到了你这边，该你了。薛明走到机公车旁边，拿出自己的枪，拉枪栓挂空舱，只装1发子弹，瞄准远处的气球，正准备扣扳机时，刮起一阵风，等风停了再射。啪！一声脆响，随风摇摆的气球裂开。林长庆震惊，李婉月呆呆地看着前方。你的枪法很好，但我更胜一筹。薛明推着机公车去食品站，高傲的女人就是欠打击。不过薛明跟他比枪，并不是为了打击他，而是找一个帮他打狼的帮手。李婉月加快脚步走到薛明身边，想开口说话，却发现薛明黑着一张脸，一路无话回到食品站。屠宰场里已经切好了10斤五花肉。谢谢师傅。
薛明把肉装进麻袋里，推着鸡公车离开食品站去菜市场。菜市场离食品站并不远，薛明一回头发现李婉月背着他的枪跟在后面。跟着我干什么？李婉月突然乖巧很多。我愿赌服输，按照约定我要去你家包饺子。我看你是想吃饺子。薛明说完走进菜市场扫货，总共花了5毛4分钱。李婉月一直跟着薛明，可能想拜师学枪法，不管哪种可能都不是薛明想要的。想去我家吃饺子也不是不可以，条件是帮我一个小忙。你说只要不违法不犯罪我就帮你。从这到我家有20里路，你跟我去森林里杀2只狼。你的枪法比我好啊，没必要请我帮忙吧？你不懂，你有把握在5秒内打死2只狼吗？我有把握在200米内打中静止的狼，但第2条狼不会傻乎乎的站在那里等我开枪。不过我可以帮你，你是想我们2人同时开枪，不给狼逃跑的机会吧？走吧，完成任务我请吃饺子。2人加快脚步回赵村，薛明直接带着他来到森林边缘，然后以回家为借口把鸡公车、蔬菜和肉扔进空间里，从空间里放出大黄，端着枪跟着大黄走，按照记忆寻找狼群围攻母驴的地方。忽然大黄冲进草丛里，片刻后大黄叼着野兔跑到主人面前邀功，至少6斤重的野兔在大黄嘴里瑟瑟发抖。厉害啊，老伙计！薛明打开水壶，用灵泉水清洗大黄咬出来的牙印。李婉月马上掏出杀猪刀开肠破肚，掏出5脏6腑喂大黄，把处理好的野兔给薛明。打完狼吃兔兔。薛明把野兔装起来继续赶路，眼前是一片开阔地。薛明发现2串脚印，用最小声的声音说：“是新鲜的狼脚印。”李婉月看着梅花般的脚印，也用最小的声音回道：“感觉和大黄的脚印差不多，狗是由狼驯化而来的。”薛明看看四周，指着身后的山丘说：“从那里绕过去。”为什么？脚印明明指着前方，我们为什么向后走？狼的嗅觉比人强，我们在顺风口，必须绕过山丘，从后面包抄。2人爬上山丘，在灌木丛的掩护下包抄，没想到2个小时也没走出山丘，坐下来休息补充体力。李婉月突然脸红：“我去解个手，你转过身，不能偷看。”谁稀罕？薛明从书包里拿卫生纸给他：“小心树丛里有蛇，让大黄跟你去。”不要，大黄是公狗。李婉月拿着卫生纸走进一片矮灌木丛，薛明不转身也不偷看，伸手指了指灌木丛，让大黄过去看看他。突然大黄冲进灌木丛里，李婉月的惊叫声戛然而止。薛明就地卧倒，举枪瞄准树丛，却看不清里面。情急之下进空间开上帝视角，下一秒尴尬了，看见了李婉月那勾人犯罪的皮肤和身材，也看见了大黄正在逗一条黑蛇。离开空间，转身背对树丛，大黄叼着蛇跑过来邀功，是一条2米长的乌梢蛇。薛明斩掉蛇头，用灵泉水清洗，盘起来装进背包里留着吃。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刚才我感觉有人爬到树上偷看，是不是你？不是，我没爬树。你说有人在上面偷看，不可能吧？山丘上的树很细，不能爬。李婉月摇摇头，可能是错觉，总觉着刚才有个人在上面看我。奇怪，之前他在空间里开上帝视角偷窥时，人和狼都感受不到，为什么他能感受到？难道他有被害妄想症？薛明看着前方密密麻麻的树丛，走吧，跟紧我。2人披荆斩棘，缓每走一步都很费劲。李婉月心里有了火气，一定要打死那2只狼，我们2个不能白受罪。放心，他们必须死。还要走多久？李婉月坐在一块大石头上，脱掉鞋袜，脚底板上磨出一个水泡。再坚持一下，快了。薛明也累得不轻，打开水壶给他喝灵泉水。李婉月东东喝几口水，觉得疲劳一扫而空。薛明同志，这是什么水？喝了它好像不累了。我在山里收集的山泉水。走吧，再坚持一下。继续赶路途中发现很多动物的踪迹，半小时后终于找到了狼的脚印。我们已经绕过了狼的领地，现在处于逆风口，风可以掩盖我们的气味。从现在开始尽量不要发出声音。李婉月有些激动，抓紧猎枪跟着他下山。身边的树木越来越少，来到山脚时终于看见2条狼，他们忙着交配，没有发现自己被围观。2人藏在一个巨石后面，薛明慢慢伸出枪口。狼的心脏在前腿稍微靠后的位置，肺在心脏后面，你瞄准前腿斜上方就能打中这些要害。准备好了吗？忽然听见李婉月呼吸不稳，用眼角余光发现她的脸比后屁股还红，这是害羞了。公狼骑跨在母狼身上交配，跟猪类似，少儿不宜的画面搞得她羞涩不已。大姐，你要稳住，可不能前功尽弃。我打公狼，你打母狼，等我数到1你就开枪。李婉月闭上眼睛，调整好心态，随即点点头。我准备好啦。3、2、1。2道枪声同时响起，2条狼直接贡献出婴儿般的睡眠。打中了，干得漂亮，终于团灭了这群狼。薛明既给母驴报了仇，又给家人消除了安全隐患。李婉月同志，谢谢你。大黄撒腿狂奔跑过去守护猎物，薛明端着猎枪站起来，你留在这帮我架枪。慢慢的向猎物靠近，距离不到5米时，一只大鸟从天而降，2个利爪抓住母狼直接起飞。大黄后腿一蹬，用身体撞开大鸟，大鸟一个鹞子翻身直冲云霄，在天空中盘旋等待时机，速度太快，根本没机会开枪。该死的小偷，竟敢抢我的猎物！这是什么鸟？金雕，天空中的霸主。薛明抬头看天，这只雕竟然能抓起70、80斤的母狼，我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金雕。听说金雕吃小孩。金雕喜欢吃野兔、蟒蛇，很少会攻击人类的小孩。
薛明拿出乌烧蛇，用力抛出去。吃辣条吧，雕哥！再敢捣蛋，请你吃花生米。咱们藏起来，等他下来吃蛇，打死这个吃小孩的臭鸟。不要因为个例归罪群体嘛。呵呵，我挺喜欢金雕的，放他一条生路吧。薛明把2条狼装进麻袋里。时间还早，我们找个地方吃野兔。2人刚走进松树林，大金雕就俯冲下来叼走乌烧蛇。薛明就在松树林里生火烤野兔。没过多久，肉香味扑鼻而来。填饱肚子后，从兜里拿出2块钱，给你辛苦费，谢谢你帮我打狼。不要，野兔肉就是你给我的报酬，也谢谢你给我打野狼的机会。薛明见他说的真诚，也就不再坚持。这时，那只金雕又在他们头顶盘旋。臭鸟是不是赖上你了？还想找你要蛇吃？谁知道呢？别搭理他。薛明带着他离开森林，金雕竟然一直跟着他们。哈哈，我觉得他真的赖上你了。薛明抬头看天，觉得这只金雕应该被灵泉水征服了。别搭理他，走吧。2人加快脚步离开森林，刚进赵村就遇见个推着破自行车的青年。大哥，你是来接我的吧？我给你介绍我的战友薛明。薛明同志你好，我是婉月的大哥李振云。振云同志好，让你跑这么远，实在抱歉。薛明同志，该说抱歉的是我的妹妹高傲任性，给你添麻烦了。哥，说什么呢？李婉月瞪他一眼，转身对薛明说：“我们先回去，记得来食品站送狼。”双方互道珍重。李婉月坐着自行车走了。薛明把2条狼扔进空间往家走，一抬头又看见那只金雕。臭鸟，你是真的馋啊！纠结片刻，原路返回森林，端出半碗灵泉水放地上。10秒后，金雕降落在10米外的草地上，直到把碗里的水喝干。喝完灵泉，竟然张开翅膀卖萌，把薛明整不会了。还想喝？那不行，除非你带我找到野猪群，让我打2只野猪尝尝鲜。